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傻安姐。微信可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聊天工具了。那么我们在使用微信的时候，最好将这3个开关将它关闭了，否则很有可能在泄露你的隐私。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，我们在使用微信的时候，经常会有陌生人加你？通常这些人呀，还都是不认识的人。那么这些人是在哪里加的我们呢？可能是我们在使用微信的时候，这里泄露了隐私。第一，添加方式，打开微信的设置之后，找到隐私，打开它，可以在这个页面看到添加我的方式。打开后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添加的方式呀，都是默认打开的。所以这些人呀，他可以通过你的手机号、微信号、群聊、二维码、名片这些方式呀，可以联系到你，就是添加你的微信。比如平时我们在扔快递的时候，包装上面就会有我们的手机号，这时呀也是非常危险的。陌生人会通过上面的联系方式添加你的微信，所以我们将这些不需要的添加方式关闭，这样就会保护我们的隐私，防止不认识的人添加自己哦。第二，登录设备，同样打开设置，点击上方的账号与安全。打开后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个登录设备管理，就是这里，我们将它打开，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设备，也就是说你的微信号在这些设备上曾经登录过。那么我们可以观察，如果这些设备是你不知情的，你不认识的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它删除。如果不将它删除，这些设备呀，很有可能登录你的微信是不需要验证的。我们只要微信在哪个设备登录过，它就会存留，在登录的时候就不需要发验证码，所以事后我们不需要这些设备登录的时候，一定要将它删除哦。第三，防止陌生人查看朋友圈，我们打开微信的设置之后，打开隐私，往下看有一个朋友圈，我们打开它。平时我们都会发一些朋友圈，那么朋友圈的好友我们都是认识的，但是我们如果不将这个允许陌生人看10条朋友圈将它关闭的话，那不是你的好友，他们也能看你的朋友圈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将这个关闭呀，你这个隐私就是暴露的，任何人都可以看你朋友圈。平时我们还是有必要预防一下，防止泄露个人隐私，我们将它关闭，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个人隐私。大家学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微信的小常识大家有所了解了吗？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安姐。在生活中，我们用钱的地方是非常多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不管你有钱和没钱，以下的3种钱千万不要花，否则越花越穷。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第一，捷径钱。很多朋友都想在成功这条路上投机取巧，一心想着怎么能快速走捷径呢？于是就在网络或者是在现实中买一些成功秘籍的书，再就是报上几门成功的讲堂。但是我们心想想，听了这些课，你就能成功了吗？你就会离成功不远了吗？可能你在外人看来呀，确实很上进，很用功，但是如果只是靠别人的经历，听一下别人的成功，简单学来这些知识啊，你认为就会成功吗？其实不实践也是徒劳无功的。可能你觉得人家说的确实有道理，但是你就觉得你会成功吗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实践了。与其在这方面乱花钱，还不如自己去亲身体验，多多累积经验，这样才会离成功不远。第二，算命钱。有很多朋友还是封建迷信，尤其是在自己生活不顺利、婚姻不顺利、生活不顺利的时候，就想给自己算一个命，心想着自己的命运太惨了，想通过算命先生来改变自己的运势。但是大家知道，只要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，这种算命的方式呀，基本上是不能相信的。心想想，如果通过算命先生就能改变命运的话，那相信就没有算命先生了。那算命先生保证是先改变自己的命运了。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要相信算命先生，并且花这个钱呀，就是一个无底洞。你一旦相信，只能是越来越穷。第三就是翻身钱。在生活中，特别是成年人的生活中，
压力都特别大，心想着怎么能快速赚钱呢？很多人就会动了歪脑筋，在网络上赌博，再就是现实中赌博，心想这样来钱快，而且又不用付出劳动。所以这部分人呀，在没有钱的时候都想以赌博为主，心想如果赢了那可是有钱了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人性大部分都是贪婪的，赢了钱也不会满足，想赢更多，但是输钱了又想翻本，这样下来就会投进去更多的钱，所以就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。一旦上瘾之后就很难戒掉，所以大家要知道，赌博千万不能碰，一旦碰了很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所以以下的3种钱不要再花了。那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傻安姐。在生活中，相信很多家庭呀都会有路由器来连接网络。那么在晚上睡觉前的时候，这个路由器需不需要关闭呢？很多人说要关闭，又有人说不需要。那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？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说到这个路由器，大家都不陌生，但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要不要把路由器关闭呢？今天小编就跟大家来说一说，其实我们在使用路由器的时候呀，还是最好关闭了。原因一，延长路由器的使用寿命。如果路由器一直通着电，一直使用，就会让这个路由器的温度高，从而会影响路由器的信号以及使用寿命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大家基本上是用不到网络，所以可以将路由器关闭，让它温度降一下，这样可以延长使用寿命，而且可以恢复路由器的信号。原因二，省电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大家是用不到无线，所以关闭路由器并不影响大家。关上之后能为我们省下不少的电费，比如平时出差旅行的时候，路由器一定要将它关闭。第三就是辐射，虽然说路由器的辐射不是很高，但是建议大家在不使用路由器的时候最好将它关闭，特别是路由器不要放在床头附近，也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，路由器千万不要在自己身旁，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将它关闭，可以减少不少的辐射。但是大家要记住，我们在购买路由器的时候一定要买正规品牌的，因为只有在我国市场上正规销售的无线路由器，辐射量的测试结果都未超过国家标准，所以说正规品牌的还是可以放心使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通过以上的讲解，大家知道路由器需不需要关闭了吧？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傻安姐。说到排骨，很多朋友都喜欢吃，但是有不少朋友将买回来的排骨呀，只是用清水冲一冲就直接烹饪了，这是错误的做法。那今天呢，就分享大家如何正确清洗排骨哦。说到排骨，营养丰富，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，所以我们在家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些排骨，但是买回来的排骨上面不仅带血，而且还会有很多的灰尘和细菌，应该如何清洗呢？今天分享大家如何正确清洗排骨。我们将买回来的新鲜排骨直接放在这个盆中，这时我们加上1勺的面粉，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力，它可以将排骨上面的细小杂质吸附下来。接下来再放入1勺的食盐，直接倒入清水。这个水呀，不宜过多，不要没过排骨。水放好之后，我们用手轻轻的去抓洗，这样可以更有效的去除排骨上的血水。可以看到，简单的抓几下，这个水呀已经变得非常浑浊。如果大家将买回来的排骨不清洗直接烹饪，这样是不对的，因为上面有很多的细菌和灰尘，我们是看不到。只有经过正确的清洗方法才可以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我们将这个水呀倒掉，接下来可以用流动水直接冲洗1到2遍，这样可以更好的去除上面残留的东西。经过这样清洗后的排骨呀，不仅干净，而且没有腥味儿。另外再分享大家如何正确焯排骨。很多人都是用热水焯排骨，这样是错的。我们必须先冷水下锅，这样可以更好的保留排骨上的营养。冷水下锅之后，我们放上几片姜片，再倒上少许的料酒，之后开大火进行焯排骨。
焯排骨不宜时间过长，2到3分钟就可以了。当开锅的时候，上面的血沫我们将它去除，然后再将排骨捞出即可。这样的排骨呀，就可以正常的烹饪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这个清洗排骨的方法，大家学会了吗？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